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手麻、手冷，包括我们肩周不好啊，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病症了。那这种病症啊，它是慢性病，非常的折磨人。今天啊，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咱们的手麻、手冷这些现象，而且同时啊，经常去这样去做，不单单还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胸廓啊往外打开，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变得更加灵活。对于一些比如说全身僵紧或者全身虚弱的这样的人群啊，都能带来很好的改善效果，而且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简单，可以说是实战意义啊非常的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。首先啊，这个动作我给它取名叫做平衡木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顾名思义啊，就像你在走平衡板一样的，就是把手打开，然后我们人为的做出一些不平衡的动作。因为在我们人在失衡的时候啊，身体会调动大量的这种深层的肌肉去参与我们脊柱的活动，而且呢，我们手在往外打开，手掌在和我们的手腕成90度的时候呢，可以很好的去给我们的一些神经进行一些松动。所以说这个动作在我们一摇一摆之间就把神经给松动了，同时对于一些深层的肌肉，我们能起到很好的强化以及激活的效果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首先我们双手打开啊，然后这个时候注意我的脚啊，脚要像走平衡板一样的，你看左右的摆动。你们去按照我的动作跟着我一起去做，你会发现，在摆动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的这个手上的这个筋啊，就开始进行一些牵拉了。可能有些人啊，手掌都有感觉啊，这个就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，效果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注意第一个细节，我们这个脚啊，一定要走一字形啊。在走一字形的时候啊，它其实是锻炼了我们的腰胯一些深层肌群。在我们摆动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的腰部往胸椎到颈椎的深层肌群。所以这两个动作你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我们整个脊柱包括我们的胯部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加强。那如果说你是中老年人啊，这个骨质啊，或者说平衡比较差，那我们就不用讲究那么标准，我们只要做什么呢？脚微微分开，正常走路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，只是说效果略差而已。好，那这两个动作啊，就是说一字形的走路和分开走路啊，是根据你的一个年龄状况而定的。好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那手要打开，第二个细节就是说你的这个手掌啊，一定要往上去翘啊，两个手往上去翘了以后，你看一打开，胸就要挺起来，抬头挺胸收腹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始做啊，摆动啊，摆动啊，假装你很不平衡，但是实际上的话，你这个动作一定要慢啊，千万不要说走得很快，比如说我这样去走，很快的速度去这样去走，那这个就没有用了，这个就是跳舞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在慢的时候啊，慢中求正啊，在慢的时候啊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肌肉啊给它激活。你看我的这个速度，你看我脚迈的速度，它是很慢的，但在做的时候啊，你会感觉到你真的是有一点不平衡，但是这个不平衡啊，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肌肉就得到强化了。我们每天散步的时候可以这样去走，或者说我们每天啊，就是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这样去走一走啊，这个工作休息的时间走一走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去很好的去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。每天走一个大概2分钟啊，或者3分钟啊，或者说每天走一个100米啊，根据自己的状态而定。这个动作呢，其实你怎么去做都可以的。那么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那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，效果是非常的好。那我是大伟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甩手功。甩手啊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功法，它可以去甩通咱们的手臂上的经络啊，促进咱们的气血循环。如果你有手凉或者手麻一些症状的话，通过这些甩手啊，可以很好的去改善。而且甩手功呢，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它可以去通过甩的这么一瞬间啊，帮你活动这个手腕啊，包括你的手肘，包括肩啊，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这个手腕上面，比如说一些腕管综合症啊，包括这个腱鞘炎，它都能带来改善啊，包括你的，比如说你有网球肘或者肩关节出现肩周炎都有效果。所以甩手呢，它是一个很好的、很全能的一个方法，而且呢，它很适合于中老年人每天甩一甩。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方法啊不一样啊，咱们今天方法怎么去做呢？大家注意看啊，几个细节。第一个啊，咱们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站直，抬头挺胸收腹啊，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其次呢，咱们把这个手啊，像手臂90度啊，这个大臂啊，也要和地面约等于一个平行的状态和地面啊。所以说我们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是这样的。在我们起势的时候，这个双拳啊要握紧。为什么要握紧呢？要促进这个气血啊，去做一个就是像脉冲一样的把它冲走啊。因为我们甩嘛，把血液往下面甩，这要握紧的时候要把血液给送回去啊。所以说我们双手握紧，握紧以后看一甩，往下一甩一抖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血液就下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往上，
往上的时候注意看这个细节啊，头要往上抬。为什么要做一个联动呢？在抬头的时候啊，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把颈椎啊，我们胸腔打开。所以这个动作啊，其实不单单是对肩膀这一块啊，其实对我们的胸椎也有很大的好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抬头甩，抬握拳甩，抬握拳甩，好甩甩甩，很简单。甩的时候啊，就手往下一用劲就行了啊，不是像其他人的甩手功一样。咱们这个甩手功啊，更具有科学性，而且做起来以后啊，效果更好。你不会出现说甩完以后手麻手胀那种感觉。甩完以后啊，手应该是非常舒服的，而且你肩关节、肘关节都会非常舒服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啊，大家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啊。每天你可以去甩一个50下到100下啊，或者你去甩一个200下都可以啊。这个动作啊，多多益善啊，没有什么坏处。但是记住了啊，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这些细节给做到位。如果细节不到位的话，可能功效就没有那么好了。那我是大伟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，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神奇的爬行功。为什么叫它神奇的爬行功呢？因为这个动作它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咱们的腰部，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、腰肌劳损，或者说你的这个腿部啊、胯部啊有些疼痛，这种疼痛呢可能是坐骨神经引发的，也有可能是单纯的某些肌肉卡压神经造成的。那无论你是哪一种，你就算是背不舒服，做了这个动作也能很好的强化咱们的背部肌肉。所以这个动作真的是一个非常王牌的动作。咱们如果说有空啊，就可以去做一做，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改善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要点和细节。首先啊，咱们这个动作既然叫做爬行功，那我们爬的时候啊，双手就要放在地上啊，然后呢，把我们的脚啊撑起来。撑起来，想象我们像一个4肢行走的动物一样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注意一个要点啊，咱们的眼睛千万不要看着地上，咱们的眼睛啊一定要往上看，往上去挑，因为咱们眼睛在往上看的时候啊，它会联动咱们的颈椎，咱们的颈椎啊就会做出一个很好的往上的一个动作，对于我们的肩颈不好的一些同志呢，都能带来很大的改善。所以这个细节很重要，咱们眼睛啊往上看，尽可能的往上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咱们颈椎你看就已经往上抬了。腰部啊、背部、胸部尽量挺起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往前爬，左右爬。爬的时候注意咱们的这个动作一定要是比较缓慢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支撑的时间越长，它对我们腰背部的刺激效果就越大。千万不要做，我做一个错误的示范给大家看啊。那我们爬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爬啊，这样爬的话呢，效果呢往往就不会很好，因为它爬得太快了啊，它没有很好的激活咱们的一个核心肌肉，也没有很好的去强化我们的四肢肌肉，所以效果往往不太好。那我们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你看啊，大家看我的动作啊，很重要的细节，你看啊，支撑，然后再慢慢的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腰背尽可能的挺直啊，往前爬。好，那我们在爬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腰背部啊，以及手臂，甚至你的腹部、大腿都会处于一个很好的发力状态啊。这个发力状态就是酸、胀或者累啊。你不一定是要爬很远才有这样的感觉，你可能就爬一会儿，你就大概可能10米、20米，你就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。那么有了这样的感觉，咱们就先休息一下啊。然后我们每天啊爬一个3到4组，这个每一组啊就以自己的极限为目的。你会慢慢的发现啊，随着你的肌肉的加强，你爬行的距离啊会越来越远，同时啊，你这个身体的素质啊也会慢慢的加强，很多一些小毛病啊爬着爬着就没有了。甚至这种爬行啊，对咱们的心脏的负荷非常的小，所以如果你有一些高血压，就是咱们爬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起来的时候不要太急。但是呢，这个动作能很好的去改善咱们高血压的一些症状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演示一遍，不同的角度再给大家演示一遍，咱们怎么做。那我们在爬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速度不用太快，然后我们的核心啊一定要收紧，在爬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头啊一定要往前去看，往上去看，往上去抬啊，对我们颈椎非常好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大伟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